今天是一个比较偏聊天向的视频，我各个部分都比较啰嗦一点，请随意跳转服用。猪胖也知道这是我们家里最暖和的房间，最暖和的角落，对不对？对不对？小胖，对，然后上面就是我的发发，嘿嘿。OK， 我来汇报一下我上个月育种的成果进展，现在看着还不错吧？好，先看这一盆吧。这一盆是1月中种下去的 Lisianthus 洋桔梗，有点干了，给它喷点水。这个是今年最早开始育种的，它会保持在这种小丁丁的状态很久。现在应该在镜头里很清楚能够看得出来了。1月的时候呢，拿了一些之前剩下的土就种上，也没有铺这个 Premier Vermiculite， 你看就会有一些，应该是 algae 吧，长这些青苔的问题，然后保湿性也没有那么好。对，这个就是经验教训，但还可以了。12个格子里有2/3长出来了，然后目前都长得比较良好。然后来看我2月5号种下去的一批，这个是 Ageratum 藿香剂，然后2个颜色，一个白色，一个蓝色。这个是我去年把种子，我去年把那个种子的纸袋全部泡湿了，然后我又把种子全部救回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种子的活性吧，然后现在整体发出来的情况都没有特别好，有几颗，就先这样吧。因为 Ageratum 是一个蛮常见的品种，然后我都可以去外面的花店买到他们做的小苗，所以如果我真的特别想要的话，我可能到时候就去买一点。Gabiosa 也是2月5号下去的，种子我都不够了，我记得当时最多可能一格就埋了1颗种子吧。现在发的也是1、2、3、4、5、6，只发了一半出来，发芽率不算好。但发出来的长得都还挺健康的，对吧？我有一个挺气愤的事情，就是说我最近发现我们家猫可能跑到桌子上来，把这个叶子给我啃了。我特别气愤，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我种的这一盒，种在边边上的这一盒Chinese Forget Me Not 中国勿忘我，全被它啃光了，我气得要死。你看，这是我昨天发现的一些残骸，然后我已经把它拔了，然后已经重新种了一盒。你看3月18号。Anyways， 以后还是要防着猫。然后来到一些表现非常优秀的品种啊，我们从右边开始看。这个 Viola，我去年自己授粉，然后结了种子之后收回来的，然后整体长得还不错，对吧？我其实前几天已经做了一个工作，我又把就是一盒，比如说如果发出了2个芽的，我就把它挪到没有发出来的那一个当中，就稍微把它匀一匀。然后像一些长得特别好的，什么一格里面有4、5颗的，我就掐掉了一些，免得就是它们太挤了，然后大家都长得不好。所以我自己收的 Viola 呢，其实整个情况就还不错。但是呢，看一下我从外面Johnny Seeds 买的这些 Viola， 就还是不能比，对吧？这个长得小小的，然后稀一些，然后这边真的整个种子活性就看得出来好很多。然后这是2个品种，一个是我再早1年买的 Sorbet Mix， 水果冰系列，然后这个是新买的Frizzle Sizzle， 它是一个紫色的皱边系列，特别期待。然后这2盆也都长得好大的了，是 China Aster 翠菊或者叫紫苑，长出来的苗挪了挪，匀了匀。然后有4个品种，这里是 Hazaster Hagum Light Blue， 然后这个是 Lady Coral Lavender， 然后还有这个 Tower Silver 跟 Tower Blue。上个星期有花友来我家，他已经预定了我的几颗。这个 China Aster 我都已经准备可能要再育第2波了，今年希望能看到花。OK， 来到最后这一排，这个 Lacy Lavender Blue。
哇，这个长得可好了，这一盒真的是长得最好的，就是整个很茂盛，然后植株都已经很强壮了。所以这一盒我主要做的就是吸了一下苗，把一些长得太多的就给它掐掉了。这是今年的新品种，很期待啊。然后这个就是去年种过的Status， 也是一直都长得特别好，特别可爱。然后是长得像萝卜缨儿的 Yarrow， 也是长得不错，叶子有点小小的，张牙舞爪，整体情况还是挺好的。然后是 Delphinium， 2月12号才种下去的，因为我最初种的那一波呢，可能也是因为种子比较久了，活性不好了，就整个都没有起来。然后我就新买了一包，这些都是新种下去的，然后整个情况就还不错了。大花飞燕草，它的叶子也非常具有辨认度的，可爱吗？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的香豌豆出来的一根独苗，记得吗？我2月份的播种视频当中，种了可能3、4盒这样子的香豌豆吧，一共其实有大概20个种子，就是到3月初的时候，发现一个种子都没有出来，哦天哪，太伤心了。所以我其实3月的时候又种了20几颗在这些盆子里，然后就冒出来这么1颗。等我发现的时候，它都已经有点 leggy 了，然后我赶快把它移上来，移到这个灯里面。昨天插了支笔给它稍微支撑一下。我这个星期又种了20颗下去，咱们看吧，等我把种子都用完，看看能有几颗出来。然后呢，上面这个张牙舞爪的装置就是我的补光灯了。这是我在亚马逊上面买的，我可以把种盒跟这个灯的连接都放在下面。然后我平时就是每天开12+3 15个小时，按一下打开，然后12个小时。现在就是晚上天黑了的加餐时间。然后这个月我开始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开始撞苗了，模拟那种在室外有风的这种情况。看一下，有点吵啊。然后我2月5号种下去的大丽花 Dahlia， 品种都是 Michaela Miranda， 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怀疑真的我保存不当，这些块根都已经死掉了。这个已经不对了。你看已经烂了，不行了。这个呢？这个摸着还行啊，硬的。这个呢？这个摸着也还行，抓不出来。再等等看吧。那个什么芽没发出来，小黑飞倒是收了一堆，可恶心了我也把链接放在下面吧，也许对你们都有帮助。这个月要处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松鼠，我已经撒过好几轮的辣椒面了，感觉它们就已经不怕那个东西了。你看这些小洞洞都是我今天稍不留神，它们就又来给我挖了，每天都是这样，看好多都给我挖来到快没有了。你看我这个 Muscari 整个给我吃了丢出来，气死我了，真的是。给它先埋回去，我觉得那颗多半不行了，没关系，先给它埋回去再说吧。你看这个地方挖了，烦死了，我的天。这个是我新种的 Poppy， 看也是挖，这里面没东西可挖，但把我表面的种子肯定都要给我挖来到处搞没了。这边这个 Tulip 这几个也是损失惨重。你看我这个是洋水仙，不是洋水仙，这个是另外一个 Tulip Exotic Emperor。你看这些尖的给我啃了，然后这个地方多半损失了1、2个 Bob。每天看到我都心痛，真的是。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也是 Exotic Emperor 吗？真的，他们就喜欢这个味道啊。你看这边也是起码损失了1、2个 Bob。这一盆是这个 Blue Heron Tulip， 好像是我今年的新种，我感觉都快被他们吃来没有多少了。说待会儿这一盆出来就只有这一根，气死我，简直要。好，你看我这边的这一盆大的丁香
这都是被他们挖的。这一盆是我的芍药，我的芍药呢有2个根，一个种在这儿，一个种在这儿。然后那天我气死了，我走出来，我看到那个根就乖乖的躺在外面，也没有动，都不知道它怎么挖出来的，简直气得我要死。我现在又给它埋回去了，到处给我捣乱，气死我了！在我那个玫瑰盆里挖2个洞。你看这边其他的，我在越冬的这些多年生树根吧，你看挖洞，这儿挖洞，有啥可挖的？烦死了啊！你看，这是我秋天种下的德渊 Iris， 它长得还是挺好的。我冬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些盆子是那种 self watering 的，它下面有一个蓄水池，看到那个洞了吗？那下面就是一个小的蓄水池。然后费城的雨比较多，但德渊呢又比较喜欢干，怕积水。所以每次下完雨或者下完雪化了之后呢，我就出来把它的水给它倒干，保持它，让它尽量干燥。然后种的时候也是让它的这个块茎呢有大概一点点的露在外面，不能完全把它淹住，不然也是容易太湿，不利于它的生长。但你看，我也是撒了辣椒面防松鼠，你看，现在也是被它们啃了一些牙印子。你看这儿，真是，哎呀，每次一看到的气都要死。好吧，但损伤最严重的还是我这些 terrace 上的小 Bob。哎呀，周末买了这个 chicken wire， 来试一下，可不可以把我这个架子罩起来，给它进行一个保护的作用。开干吧。OK， 我们来挨个看一下1月的时候冬播在外面的这些小瓶子里面的种子怎么样了。Cream Peony Poppy， 看一下，哦，有3、4颗出来了，还有别的不知道什么种子飘进来了，还行。Poppy Amazing Grey， 金炭灰怎么样呢？也是3个小种子，也还不错。Wandong Poppy 也是白色的 Poppy 3颗，哎，那2颗离得很近呢。然后是 Larkspur Dark Blue， 看一下怎么样。3小颗，3颗还是4颗？左下角好像有2颗，对不对？还不错啊。Jella Delft Blue， 3颗小种子。矢车菊 Classic Fantastic。哇，长得有点大哦，我记得月初看的时候都还是咪咪小呢。好，最后一个也是矢车菊 Blue Boy， 哇，也是长得最好的呢，不错不错。你看今天的丁香都已经发了这么多茂盛的小芽芽了，那我们再到室内去播一些新的种子。Sunfield Purple， 去年的这个向日葵。这个其实本来应该种在它的 final container 里面的，但是呢，现在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就试试给它一格种1颗，然后到时候拿出来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太 disturb 它的 root。看一下，这是今年看了 Floret 的介绍，然后被种草的一个没有试过的新品种，它的 common name 叫做 Bee's Friend， 然后拉丁名是 Phacelia， 中文名好像是叫做赤蜂草，然后就看着挺可爱的，而且也是蓝紫色。Nigella Loving a Mist， 爱在雾中，或者又叫黑种草。Delft Blue 这个品种我已经秋播过1次了，然后基本上在冬天已经都冻死翘翘了。然后我最近已经把它清理了。然后 Winter Soul 在一些玻璃瓶里也有一些，
现在也刚刚发出来。然后我又新入了这个新的品种 Miss Jekyll。其实本来之前都买了一个纯蓝色的这个 Miss Jekyll， 结果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然后又重新买了这种其实有红色跟白色 mix 在里面，准备播一点。哇，看这个 Miss Jekyll 的种子真的好黑啊，不愧是黑种草。OK， 这个 Zinnia 百日草跟这个 Phlox 福禄考呢，是我去年种的最成功的2种切花之一。Phlox 就是基本上就是夏天来了之后不停的在爆花，然后 Zinnia 也是一直坚持到可能8月底。这个 Zinnia 呢，我去年主要本来是种的是 Queen Lime with Blush， 然后后面是买了这个 Polar Bear 白色的来种。哎，我发现我最喜欢它，因为它整个花很大，然后是白色，很好搭配，所以今年主要可能 Zinnia 就是种这个品种。然后 Phlox 呢，去年也是其实是从 Floret 先用的这个种子，我都还没有用完，然后今年是又买了新的，准备多种一点。刚好我也没有种合了，其实一般不应该把2个品种种在一个盒子里，因为它们可能苗发出来的时间会不一样，但我就将就一下。这2个品种呢，我基本上都是知道它会就是发芽率啊会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好养的品种，所以我每一个格子里都给它1颗吧，因为室内可以开始的 schedule 就这2种都已经可以开始了。那我如果这个不成功的话，我之后还是可以在室外再种一些，再补种一些的，所以问题不大。OK， 我的 Sweet Pea 呢，这次发芽又非常的不成功，只发出了1根小独苗。我种了20多颗种，所以呢，再接再厉，又抛了一批，再种在这3个盒子里试一下。我很怀疑是不是我这个种子可能放了有2年了吗？1到2年，是不是它的活性不好了，还是怎么样？但 anyways， 再试一下吧。我有2包不同的种子嘛，一包 Blue Mix， 一包 Blue Ripple，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们都混在一起了，因为都差不多，所以也没所谓。Blue Mix 里面本身就是有好几个蓝色跟白色的品种，都不重要，就混在一起就好。这个架子上还有我把我秋播在种盒里幸存下来的 Larkspur 飞燕草，你看小苗苗没有很好，然后这个 Centaurea，中文是什么呢？矢车菊。这个品种是叫做，你看这是9月26号种下去的了，然后这个品种是 Classic Fantastic， 是在 Floret 买的种子。还有这个品种是最常见的这个 Blue Boy， 它们本来都是放在室外阳台室外的种盒的，然后我把幸存下来的就是应该就会种在这个最后的垃圾桶里面了。然后呢，我新买的各种 Poppy， 给你们看一下，有6个不同的品种。然后我又这样洋洋洒洒撒了一大盆，希望能够看到一片虞美人盛世，期待一下。最后给你们看一下，我把我的花毛更移了盆，然后种出来了。感觉状况没有很好啊。我刚给他们浇了水，昨天晚上是他们的在外面待的第1个晚上。我一般晚上都会把它们拿回去的，怕它们被冻到。在社会上打拼还要再适应一下。好啦，今天就是这样啦，希望下次4月的视频就已经可以有花看了吧，哈哈。